火星车呀，自己开车了啊！Cloud AI 呢，成了 NASA 的这种星际探索的真正的副驾了。大家好，欢迎回到松鼠新语。今天跟大家聊一个特别酷的事儿啊，就是 NASA 的毅力号火星车啊，它最近呢自己开车上路了。那不是遥控啊，也不是语编程，而是有 AI 现场规划路线，自主行驶。应该说这是我们人类这种探空啊，这种宇航历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时刻啊。那么，2025年的12月8号和10号啊，在火星杰佐罗陨石坑的边缘啊，毅力号完成了2次特殊的行驶任务啊。第一次走了是210米，那么第二次走了246米，总共呢是456米。那你可能会说，这400多米是吧？也就是一个操场跑道的一圈的距离，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关键呢就在于啊，这是一次没有人类专家一米一米帮他来规划路线走的，啊，从1997年旅行者号到2012年的好奇号啊，再到现在的毅力号，那么这30多年吧，每一辆火星车的每一次移动都需要地球上的工程师团队啊，花费数小时甚至数天时间，对着照片一点一点研究，这块石头能不能绕过去啊？那边沙地会不会陷车呀？这个坡是不是太陡了呢？然后就小心翼翼地规划出以米为单位的这种短途路径，分批上传指令。那虽然这个过程是比较安全啊，但是极其缓慢。大家知道火星离地球的平均距离大概是2.25亿公里，那么光速啊，就信号无线电信号单程就要10几分钟，所以你根本就没法像遥控汽车那样实时的操纵，是吧？一延迟就是10几分钟。更要命的是呢，这种人工规划方式呢是严重的限制了我们探测的效率。那这次就不同了，有了 AI。这次任务啊是由 NASA 的喷气推进实验室 GPL 的这个火星车操作中心来主导的，和 Anthropic 公司啊合作来完成，使用的正是 Anthropic 的 Cloud AI 模型。没错啊，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电脑上用来写邮件、分析数据、帮忙写稿子、写代码这个 Cloud 啊，我应该是 Cloud 最早的深度用户了啊，也算是。大家可能会好奇啊，AI 是怎么给火星车来规划路线呢？他不在现场吧？他怎么知道怎么走啊？哪儿危险的？这个答案就是什么呢？就是视觉的理解能力。那工程师给 Cloudway 的数据呢，是火星勘测轨道飞行器上的这个高分辨率相机拍摄的这个轨道图像，以及啊这个数字高程模型提供的地形坡度数据。那这些数据以前都是由人类专家来判读的，但是 Cloud 它具备强大的这种视觉语言模型能力，它像人类一样能看懂这些图像。那它需要识别什么东西呢？第一个就是基岩，就是坚固可靠的，可以放心的碾过去的这个地方。第二是巨石区，危险，它可能会剐蹭车子或者卡住轮子，是吧？第三个呢是沙纹地带啊，看着平坦，但实际上呢可能松软，容易把车陷下去。再一个就是坡度啊，你太陡了会翻车，是吧？需要绕过去。那么识别完这些地貌特征之后啊，Cloud 就开始规划路线了啊，它要综合所有的这个信息，生成一个呢从起点到目标点的最优路线。你既要标开啊，就是避开啊这个所有的障碍，你要尽可能的高效，还不能太陡。所以最终呢 ，Cloud 呢就把规划结果呢转化为一系列具体的这个导航指令和路标点，啊，就是 waypoints， 就像给火星车画了一张详细的地图一样，标注好了啊，第一个路口左转啊，第二个路口直行，注意避开前方大石头，是吧？那大家可能会担心啊，那万一 AI 的规划错怎么办呢？火星车的价值，那应该说上几亿、几十亿美元啊，这么一个精密仪器，应该是地球上最贵的精密仪器之一，而不是火星上。所以要是翻车了、陷进去了，那就彻底完蛋了啊！所以 NASA 他们当然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就把这个指令上传给真正的火星车之前啊，这个 GPL 就喷气动力实验室呢，他们的工程师会有一个秘密武器，叫数字孪生。啊，Digital Twin， 简单说呢，就是在地球上有一个毅力号的完全虚拟的复制品 ，AI 生成的每一条指令都会先在这个虚拟火星环境里边模拟运行。那工程师呢会验证
超过50万个遥测数据点，确保每个动作都100%的安全无误。只有当虚拟版的这个毅力号完美的走完全程，没有任何问题，指令呢才会通过 NASA 的深空网络上传到火星。这个过程啊，就像飞行员在模拟器里边先练习一遍，确认没问题了，再这是真飞啊！所以从传回的图像啊，我们可以看到啊 ，AI 规划的路线啊，就这个洋红色的和实际行驶的轨迹，就是橙色的，几乎是完美吻合的。这就意味着 Cloud 它成功的引导了火星车绕过了复杂的地形，证明了 AI 决策的可靠性。那么 GPL 路空间机器人专家叫 Wendy Verma， 他说呀，生成式 AI 在行星驾驶的3大支柱上都展现出了巨大的潜力。感知就是看到岩石和沙纹，定位知道我们在哪儿，再一个就是规划和控制，决定并执行最安全的路径。所以我们正在迈向一个这样的一个时代，生成式 AI 和其他的智能工具将帮助我们的火星车呀完成公里级别的长途跋涉，同时最大限度的减轻操作员的工作负担，还能从海量的图像中筛选出科学团队最感兴趣的这个地表特征。那大家可能会问，这不就是让火星车开几百米吗？有必要这么兴奋吗？是吧？咱们一装这个电动车揉揉的，每天都开几百公里呢。我来给大家算个账啊。以前啊，人类团队需要花大量的时间规划每一段的路程。火星上一个这个太阳日大约是24小时37分钟。如果规划一次行驶就需要一整天，那这个火星车可能1个星期才能移动几百米。这就严重的限制了科学探测的范围和效率，因为火星车也是有寿命的。那么现在呢 ，AI 可以快速高效的处理大量数据，在几个小时内就完成需要几天的规划工作，而且呢 ，AI 可以直接部署到火星车上，再进行实时的这种环境评估和路径调整，应对突然的这种地形变化。那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这就解决了深空探索的一个核心的痛点，就是距离带来的这种不确定性和延迟。再想想啊，如果我们要探索木星的卫星，信号要往返1-2个小时；如果是土星呢，那就是2到3个小时。那到了海王星或者柯伊伯带是吧？那延迟就是10几个小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地球遥控这种模式就根本不可行了你可能就是你不太可能吧？就是10几个小时你才知道探测器是不是撞上石头了，那就麻烦了。所以 AI 的现场决策呢是，填补的就是我们人类这种时空的鸿沟面对的。它就像我们人类意志在远方的一个延伸，那就不是简单的工具了，而是能理解任务目标、评估环境、做出判断的这种现场代理人。老板派你去解决问题，是吧？就这意思。所以 NASA 的专家还是有更大野心的。那么喷气动力实验室探索系统办公室的主任叫 Marta Wallace， 他表示他说这种技术正是我们在月球上建立基础设施和系统，实现永久性的人类存在所需要改变的这种游戏规则的技术就是在月球上自主的行走和探索。我们想想一下未来月球基地的这个日常运维是吧？智能的漫游车自主的执行物资运输设备巡检这些重复性的任务。那人类操作员只需要设定宏观的目标，就是把这批设备运到3号栖息舱 ，AI 呢会自己规划路线，避开障碍，完成任务。所以再一个就是火星的这个长途穿越，火星车可以实现几百公里的这种自主的长途跋涉。科学家呢只需要说，我对那座山有兴趣AI 会规划未来几天自己的行程，选择最安全、最高效的路线，沿途呢还能主观的发现感兴趣的这种岩石的样本或者地貌。再一个就是载人任务的先遣队，那么在真人的宇航员到达之前，AI 的机器人团队可以提前勘测着陆区，建立通信的中继站，测试本地的资源利用比如说从火星这个土壤里边提取水制造燃料这一系列比较前沿的探索，给人类的真正到来呢做好一些准备。那么甚至在未来的话未来的月球车包括火星直升机外星人无人机，都会携带经过训练的 AI 模型，组成一个呢可以协同工作的这种智能网络。那在这种情况下就
那么就能自主的这个探索、勘探、建站、采样，甚至初步的科学分析。所以这种把人类的专家智慧和机器的自主性深度融合的方式啊，就是我们这个能否在另一颗星球上站稳脚跟，最终走向更远宇宙的这种技术突破。说到这儿啊，有些朋友可能会担心啊，他这么厉害，那 NASA 的工程师不就失业了吗？是吧？我们知道一提起 AI，大家都要想起失业啊，会计师要失业，是吧？律师要失业。恰恰相反啊，这次任务证明的是 AI 作为 Copilot 超级助手的价值。我们人类团队呢，依然负责就设定这种任务的目标，制定计划的这个完整性，做出重大决策。AI 呢，它负责那些繁重的、重复的、需要快速处理大量数据的工作。所以 GPL 的工程师说呀，AI 它不是来替代人类的，而是来减轻操作员工作负担的。那么它让人类可以集中精力，在那些更有创造性、更需要判断力的任务上，比如决定下一步你去哪儿探索，什么样的岩石值得采样，是吧？怎么解释这个解读这些科学数据？而且呢，大家别忘了那个50万次验证那个人类工程师依然牢牢掌握着最终的这个审核的决策权，就路线那些50万个关键点。所以 AI 提供建议，人类做出最后决定，这就是一个完美的决策方式。那当然更让我们值得注意的是呢，这次 AI 不是还不具备这种自我的意识或者自主目标，他不会突然决定说我不想去那座山了我要去别的地方这个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不行他呢是在给定的框架内，按照我们人类的操作来优化执行的，就是一个超强的工具，而不是一个独立的这种智能体。所以当然真正需要警惕的阶段是未来，就是 AGI 的出现。这种自主目标的生成、自我改进的能力，但现在还远未达到呢我们现在如果担心这个失控，还有点杞人忧天。那么456米这一次是自主轨化，自主的行走了456米，在地球上可能就是我们上班路上的一小段这个公司内的距离，是吧？但是在火星上呢，这456米就代表着人类探索宇宙方式的一个根本性的变革。大家知道，从1969年阿波罗11号登月到现在的毅力号在火星上自主行驶，人类一直在寻找更聪明、更高效的方式来探索未来的世界。那么 AI 的加入，让我们这个探测器不再就是像一个等待指令的遥控玩具一样，而是能够自主的思考、快速决策的智能伙伴。所以 NASA 的署长那位马斯克的朋友伊萨克曼说呢，他说这次演示展示了我们的能力已经进步到了什么程度，并且拓宽了我们探索其他世界的方式。像这样的自主技术可以帮助任务更高效的运营，应对复杂的地形，并且随着距离地球越来越远而提高科学回报。这就是团队谨慎而负责任的在实际操作中应用新技术的有力例证。当我们仰望星空的时候会发现那些闪烁的星星其实离我们无比遥远。光速的限制这是物理定律，目前短期内是无法超越的比如说超光速通信，是吧？超距通讯那还是幻想的所以 AI 的现场决策可能是我们需要这个关键桥梁，让人类的意志跨越亿万公里的这种虚空，在遥远的星球上自主运作。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这次任务的意义远不止于这个技术本身演示，它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就是人类和 AI 联手共同这个踏上这种征服星辰大海的这个征程。就跟所有的星际电影里边都有一个辅助的机器人一样，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当第一批宇航员登陆火星的时候，迎接他们呢将是一个由 AI 机器人提前建好的基地，那里边有稳定的通信网络、充足的给养储备以及详细的这种地质勘测数据，一切都已经奏序，是吧？那时候我们会意识到，今天的毅力号走的这456米是我们通往星辰大海的第一步。好吧，今天就分享到这儿。如果你对 AI 探索太空感兴趣，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下次再见，拜拜。